那我也送你回去吧。嗯，阮玉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还以为你走了。走又能走到哪去？我都躲到这儿来了，还不是被他给逮着了？那我躲到山洞里，他应该就找不到我了吧？你喝多了，我先送你回房间啊。不，我不回去，我要留在这里做山顶洞人。这样徐怀松就找不到我。那我想问问，你为什么会怕遇到徐怀松啊？因为实在是太丢脸了，我在他面前那么理直气壮，演了那么久的戏，没想到他从一开始就已经看穿我了。我还在我的小说里说他喜欢我，他肯定觉得我像个小丑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许怀松他根本就没有这么想你，他不光没这么想，他还觉得你很可爱，也很谢谢你当年那样喜欢他。那他不会觉得我把一个人的暗恋改编成了双向暗恋，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？当然不会了，双向暗恋，你喜欢他的时候，他也喜欢着你，这难道不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吗？再说了，谁说这是你改编的？沉默的伏笔写在我心里，或许某一天不再猜测所有的谜题，终会等到你迟来的欢喜。没事吧？没事。
实在是太丢脸了。我在他面前那么理直气壮，演了那么久的戏，没想到他从一开始就已经看穿我了。我还在我的小说里说他喜欢我，他肯定觉得我像个小丑。我什么都跟他说了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许怀颂他根本就没有这么想你，他不光没这么想，他还觉得你很可爱，也很谢谢你当年那样喜欢他。还是好丢脸。我先侦查一下。出去吃个早饭跟做贼似的，你不就是酒后吐了几句真言吗？我就是怕后面还有什么更炸裂的。哎，你这断片断的还挺会抓重点，就记得人家夸你可爱了是吧？哎，你别嘲笑我了。我总感觉他后面好像还说了点什么。但是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。那你让他帮你回忆回忆，你就问他。啊？那还是算了吧。人不都说，最怕喝醉以后，别人帮忙回忆了吗？要不还是他不问，我不说；他一问，我惊讶。啊？还有这事啊？我有喝那么多吗？不是吧，阮小姐，昨晚你还笑我酒量差呢，这醉的比我还厉害啊！喝杯蜂蜜水，解酒养胃的。谢谢。昨天晚上的事情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昨天是有发生什么我应该记得的吗？据说这是你改编的。本来我是想跟你讲一个故事，什么故事？然后呢？然后是我高估了作家醉酒时的理解能力。哟好，走，早彩姐，都起啦啊！嘿，这年轻人体力就是不一样哈，这昨晚宿醉还都能起这么早。是差点没起来，彩姐，你的苹果酒劲儿太大了啊！真的吗？那我得改良改良。对了，你们昨天忙活一天，今天都想干嘛呀？我听说镇上的非遗工坊挺有意思的，我打算一会儿过去看看。啊，许律师呢？我们也没什么工作安排，一起去吧，那就。徐律师，你今天不是要……我想了想，咱们还是得多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，以便后续更好的服务大家。哎呀，那简直巧了，我这儿正好有2张烙画葫芦的体验券，你俩拿去约会。慢点吃啊。就是这儿。走。不许拍照啊！你看，
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拍。也不接受采访，啊？不采访。师傅，我们正好有2张体验券，可以自己做葫芦吗？可以啊。你们拿2个葫芦。好。有美术底子呢，就直接往葫芦上画；没有美术底子，就往那个拓印纸上画。背那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，烫坏了的葫芦可都得买走啊！想好画什么了吗？还没想好描什么呢？师傅，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来这儿的年轻人，一般都是写点吉祥话呀，画个什么小动物之类的。小动物。那我有灵感了。怎么还抄袭人家创意啊？自己想。好。你今天有空出来，是不是手上的案件也忙完了？嗯。昨天连夜给个案出了些法律意见，今天啊，小陈也会整理成具体的法律意见书。嗯。那李石山的案子怎么样了？石山啊，他还是坚持要跟他爸打官司，拿回他的身份证。这也可以打官司吗？理论上完全是可以的。那你觉得应该诉讼吗？如果石山要坚持的话，我还是会尊重我当事人的意见。那当事人他父亲的意见呢？哎，老先生，我就是李石山的爹。冷静点，老先生，您先冷静一下。他撺掇儿子告老子。哎，这怎么了呀？老先生，您先冷静。您冷静一点。老先生，您冷静一点。老先生，窗台的画针翻开，思念也席卷而来，散不开，想与你的手紧握起来，漫步于人海，任由风轻轻拨动你裙摆，再过的回去吧。只有你是无法被替代，好像走反了。知道吗？我
哟，许律师、阮大作家，你们一起回来的？你们为什么是一起回来的？因为我们是一起出去的呀。精辟！我其实一直在等你们。许律师，我们的案件是不是可以择日开打？哦，或者说你可以先跟我的父亲聊一聊。哦，好了。我的父亲性格比较奇怪，所以你们要小心一点。谢谢提醒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啊！许律师，这就是我爸，看见没有？他就是这么对我。你拍照啊，留证据。我知道彩姐是遗传谁。我查哪儿？说这事管儿子。我要完成我梦想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记得你说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找一个人一起多管闲事。我抓住谁给你养老啊？啊！哎，我走啊！我离家出走。许律师，你看啊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也都看到了，这官司不是我非要打，它是没有调解的可能性。如果你坚持要打官司的话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但不管是对簿公堂，还是私下调解，这都只是达成诉求的方式，所以你应该考虑清楚，你真正的诉求是什么。看来没听清楚啊！我换一个方式来问你啊。当你拿到身份证之后，你打算做什么？买票离开这里啊？去哪儿呢？去远方啊？去远方做什么？实现我的音乐梦想啊！梦想？就他那小兔崽子，一天到晚吊儿郎当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一会儿什么流浪啊，一会儿远方啊，他能坚持了多久啊？我是不支持的。但是我刚刚听下来，觉得您不是不支持他的梦想，您只是怕他会3分钟热度，不能坚持，对吧？也不是，我是不支持他，以为会弹几下吉他，会哼几句歌，就能出人头地了。我们普通人家哪里追求得起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事儿啊？不行。那你打算怎么实现你的梦想？那就到了以后，我觉得自然会有方法。行，那这样，我来帮你算算你远方的花销吧。好，我们以陈律师来举个例子。他现在在杭市1个月的房租是2800块钱，还是跟别人一起合租的。一天的伙食费大概30-40，这还是有我们律所给他的补贴。如果是没有补贴的话，随随便便点个外卖下个馆子，1个月的伙食费要超过2000块钱。另外，还有水电费、交通费、通信费。你在外地可是没有医保的，如果生了病，还得有医药费。如果说你连饭都吃不好，病都生不起，你如何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呢？其实做梦很容易，但是实现梦想很难。所以你做好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了吗？还有什么准备啊？天赋努力都不够。我替我儿子打算，我没错。您当然没错了。我也明白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您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他好，但我又想，您有您的道理，那李石山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嘛。您看看，咱们是不是能够换位思考，才能更好的达成共识呢？他有什么道理？你倒说说看呢？其实石山的这件事儿，让我想到了我刚开始决定写小说的时候。那时候我父母也是不支持的，他们觉得难成事儿，不稳定。但我还是憋着一口气走了下去。我当时就想，大不了撞撞南墙，起码我尝试过就不后悔了呀。哎，结果没想到，我就一直写到了现在，而且我现在也找到了更多这个职业的价值跟意义。当我看到我写的文字可以给大家带去积极正向的能量，我真的非常庆幸自己当初不顾一切的决定。其实我们做孩子的，很感激父母的教导跟指引，
但我想，这教导跟指引，是为了帮助我们做决定，而不是代替我们做决定的。所以我想，那13的道理可能就是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，也唯有自己选择自负盈亏，才不枉走这一趟。反正我是一定要走的。我觉得从现在准备也不迟嘛。徐律师，你就帮我把身份证给要回来，行不行？我相信你很清楚，身份证的挂失补办可是要比打官司来得更快。那你要的究竟是身份证，还是你家里人的支持啊？是啥？如果你连面对你父亲的勇气都没有，你又怎么能让你父亲相信你有勇气来面对未来不可预见的困难呢？我明白了，徐律师。与人相处，需要谨记换位思考。有时候，自以为的关心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掌控；自以为的追梦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胡闹；自以为的社死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可爱。想什么呢，阮月？哎呀，你这个技术不太行啊！啊，哎，还好瑕不掩瑜，我的7分姿色没有被盖掉。来吧，你再给我拍一遍啊！你是东郭先生跟狼，对，这镜头别那么仰啊！来，开始啊！飞驰的星光，都成。大作家你好，哎，在录什么呢？我呀，注册了一个视频号，我说让他给我录点这种唱歌的视频发。我刚刚听到了，唱得不错，跟原唱比有不一样的感觉。祝你旗开得胜。阮大作家，你居然也听灿哥的歌啊？偶尔会听。有品位，点关注啊，关注我。没问题。嘿嘿，来，咱找地方再欣赏一下刚才那边视频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你去给他好好录一个。帅还是有的啊，只是角度有点问题，调整一下。怎么能这么自恋呢？晚饭吃了吗？吃过了。这么早？彩姐做了米果，我就吃了一点，现在也不饿了。你跟他们去吃吧。那明天呢？明天的晚饭总不能也吃了吧？明天的事情谁说的好？吃不吃晚饭，那就看我明天的心情吧。哇，徐律，你起得也太早了吧？早啊，我今天晚上有一个饭局，所以得早点开工。哇，我们许律真不愧是律界顶级真人啊！大清早连晚饭都规划好了。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。许律您放心，我也准备好了。今天回访要反馈给大家的法律意见书，我都整理好打印出来了。做得不错，谢谢许律。你看啊，其实这里面有些案子还是很具有代表性的。古镇上有很多非遗工坊和非遗的手艺人，他们经常会在工作和生活里遇到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。对，我记得有一位剪纸的手艺人跟我说，他原创了一套系列图案，结果没多久网上就出现了一模一样的图案，还被盗用到了各种地方。但就是因为没有提前申请版权登记，所以很难维权。是，这些手艺人一辈子都在传承文化，那咱们作为法律人要尽力为他们保驾护航。这样，你再辛苦一下，把关于非遗著作权的普及也给整理出来，
包括著作权申报的条件以及流程，做成图文并茂、通俗易懂的文章，发到咱们镇上的公众号里。好，没问题。行，去吧。行 ，OK。我先走了，哈，徐。好。你今天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那个经常跟你一起出双入对的律师呢？他走访去了，而且我跟他也不是出双入对的关系。那你今天又是来当说客的？不是，李师傅，我今天是专门冲您来的。哦，是这样，这2天呢，我参观了不少非遗工坊，我发现啊，这镇上有很多手艺人都像您一样，从小就继承了长辈还有师傅的手艺，在这工坊呢一待就是几10年。但我也听大家感慨说，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，下一代的手艺人越来越少，好多非遗都面临着失传的风险。我呢也想替非遗传承尽自己的一份力，所以我打算之后写一本相关题材的新书，用贴近当下年轻人的写作风格，去向他们传递传统文化的美好。您觉得我能行吗？就冲你昨天的口才，谁敢说不行？可这光靠我自己啊，还真不行。这讲故事，首先就得懂故事，所以我得先向您学习，了解这烙画葫芦。要问这烙画葫芦，找我，你就算找对人了。不过你也都看见了，我手上活太多，没那么多闲工夫，我只能讲1遍。李师傅，您的意思是今天愿意接受采访？李师傅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改天再来听你讲课。拜拜。哎，慢走。你好，需要帮忙吗？谢谢。来，打一下吧。没关系吧？谢谢，谢谢，多亏你们，没事吧？姐，您这笼屉放得太高了，得小心点。是我大意了。最近他爸生病了，我这天天忙得连轴转，人都快晕了。电动车也忘记充电了。您是要准备出摊去吗？对，都是我自己做的一些米果，准备拉到小吃街上去卖。妈，你都累成这样了，我们今天别去了。快过年了，街上人多，生意好。再说我米果都做完了呀。您这儿有多少米果？看来今天晚上的晚餐又是米果了。助人为乐是美德嘛，但是不能建立在浪费粮食的基础上。所以既然买回来了，就都吃了吧。徐律，你早上说的饭局怎么了？泡汤了吗？泡汤倒是个还不错的主意。光吃米果的话，确实有点太干了，不然就泡个汤一起就着吃吧。好啊，想喝什么汤我去做。我想喝番茄土豆牛腩汤。你怎么也来申奥了？哦，你是来参加活动的吧？不是，我是专门来找你的。徐律，我没看错吧？那不是李时灿吗？而且居然跟大明星是朋友啊！哎，你说他们是什么样的朋友？该不会？不会。哦，你是不是忘了还请我顿饭？我没忘，但是你直接告诉我你的行程，我可以去找你啊，干嘛还跑来这么远的地方？那我来都来了，就顺便在这边休息几天，正好多蹭几顿饭。没问题，
我先带你去把行李放下。好。这边，这里环境特别好，等会我带你好好逛逛。哎，徐丽跑什么呀？我们不是正经住客吗？还是先来的，没必要给大明星让路吧？你说的有点道理。先回房间。这儿，住的也会很舒服。来，小心。徐律师，你这脚程有点慢。是你慢了，我在这儿等了你一会儿了。等我做什么？你刚刚说他欠你一顿饭。是啊，这和许律师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，我也欠他一顿饭。那天晚上的火锅。所以呢？所以现在是我欠你一顿饭。我欠你一顿饭，你欠他一顿饭。原债务人将债务转移给了新债务人，由新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还债义务，这在法律上叫做债务转移。所以李先生，今天晚上的晚餐我请你。徐律师，你这为了阻挠我们，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你跟他是我们吗？你要是觉得不是的话，为什么这么着急啊？我有着急吗？你不着急吗？我看你挺着急。高，实在是高啊！高手过招，我人刀刀致命。哎，所以你也看出来了，新来的这个是许律师的情敌。除了小陈律师，没人看不出来吧？哎，你说，两个都这么帅，真的好难选啊！哎，你支持哪个？我看新来的好。哎呀，你看笑得多阳光啊！刚一进门就喊咱俩姐姐，嘴多甜呢。可是许律师吧，我老感觉他端着。年轻的姑娘啊，都喜欢那高冷的。等他结了婚就知道，跟那种3棒子打不出闷屁的人过一辈子，他得有多糟心。哎，你又带个人情绪了，别什么都往你们家老赵身上安。老赵怎么跟许律师比啊？人家那是职业需求，稍微端着点儿。哎，许律师虽然话不多，人家做得多呀，照顾起人来又温柔又细心，还解风情，还浪漫，不挂在嘴上。我投许律师一票，咱们打赌。赌就赌，谁怕你呀？赌多少？50万，100万。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多欢乐豆啊？我就50万，50万就50万，就这样。彩姐啊，我咋觉得这新来的帅哥这身打扮跟你家李世山这么像呢？我也觉得，他有点眼熟啊。北京、上海，哎呀，人多，竞争力大，而且消费高。成都消费也不低，人也不少，而且我吃不了辣呀。哎，李世山呀，你怎么早没想到你要去哪里呢？老天爷，你能告诉我，我到底去哪里才好？啊？
这么快啊？不，你这该不会是预制菜吧？番茄是新鲜的。那所以土豆和牛腩都是预制的。徐大律师，好歹是请客吃饭，不能这么敷衍吧？我是大明星啊，你知道新鲜的土豆牛腩要炖多久吗？不是你自己受饿了吗？那灶上炖的什么东西？跟你没关系的东西。炖都炖了，分我一些也没问题吧？可以啊，只要你等得住。怎么？味道不满意啊？我现在满不满意呢，和你的服务态度还有菜品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只是因为我饿了。这吃也吃了，我们聊聊。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？聊娱乐吧。聊聊阮玉大学时候的事。你是想听阮玉大学时候的事，还是想听我和阮玉大学时候的事？哎呀，宝贝啊，你怎么打喷嚏了？感冒啦？没有，肯定是你跟我爸太念叨我了呗。妈，我先不跟你多说了，我这还有朋友在呢，我等会儿得下去招待他。什么朋友啊？我大学的一个学弟李时灿，你还记得吧？哦，对，就后来变成大明星那个嘛。对。那别让人家久等了，快去吧啊！也没那么着急，这楼下还有许律师在呢。小许啊，这小许也在深澳啊？哎，他是不是可以过来陪你的？不是啊，他是来做公益普法的。哎呦，这都能碰上啊？你知道这说明什么问题吧？这说明是天上掉下来的缘分。好了，妈不跟你说了啊，挂了，你赶紧跟小许去招待人家，听到没？啊，拜。妈。这张啊，是我们第一次出去玩，去的是游乐园，一起坐了过山车。他因为害怕，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就像这样，紧紧地搂着我的胳膊。是不是有点过了？过吗？我觉得还挺正常的。我说这个。哦，这。哦，这张是在大讲堂的演讲。他呀，全程只看着我的方向。全程只看着你的方向。嗯，只对着我的镜头笑，你看，是吧？只对着你的镜头。哦，这张是我们一起去露营。那天啊，虽然没有抓到鱼，但是有流星雨。你看，这是他在许愿的照片，拍得怎么样？在看什么啊？哦，在看我们大学时候的照片。让我也看看。你都看过了，不用了吧？我看看。哎，这不就是我在排练演讲的那次吗？那回啊，你跟明英可坏了，还在台下逗我笑。
还好当时大礼堂只有你们2个人，没出糗。啊，是。等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当时他们逗我笑，还好只有他们2个人，不然我就糗大了。哦，难怪只看一个方向。再看看这个。啊？看这个。这个。这是你晕过山车那一次，当时还是我跟部长一人一个胳膊把你给搀下来的，你记得吧？啊，是，好像有这么回事。哦，难怪啊，难怪要紧紧握住胳膊啊。干嘛？这些小故事你都跟许律师说了？不光说了，还演了，演得声情并茂，活灵活现，不当演员可惜了。哎，对，我看看还有什么。哎，你看这张。这张。哦，后面没有了。我的手机里应该还有一些照片。就这么几张照片，还叫多啊？那也比1张都拿不出来的人要强吧？我大学以后换手机了，好像确实是找不到了。我说的不是你，我说的不是什么重要的照片，先吃饭，小心烫。来，来，许律师，3个人吃饭就2个碗，你不是已经吃过了吗？我再吃一顿也是可以的吧？恐怕是不行了。灿哥，灿哥，你真的是灿哥吗？是吧？我终于见到活的灿，不是，我终于见到真的灿哥了。我也是真的见到铁粉了，真正的铁粉就是我，如假包换。灿哥，我真的没想到，山还没来救你，你先来救山了。你知道吗？今天许律师跟我说你来的时候，我激动的手机都摔坏了。许律师，那必须要他赔。不用他赔，我还得感谢他呢。要不是他跟我说你来了，我今天就上高铁了。灿哥，灿哥，你是为我特地来的深奥吗？这么说，他是为了李石山才来的深奥。看来是吧？他还跟我说，他是专程为我来的。那小嘴甜的呀，只能信5分。年纪小的呀，都这样。年纪大一点的就不这样了。我说怎么一进门就眼熟呢？原来是真的是正版大明星。彩姐，这正版跟盗版就是不一样哈。对
为什么还生手呢？什么正版盗版的呀？离我偶像远一点。远一点，不是？哎，你说你这个人好不容易让你走了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偶像灿哥来了，我能不回来吗？他不来你就能走得掉了。还真是。哎，今天我本来说把你那猪窝给收拾出来，好做生意，结果爸说了给你先留一留，果不其然，哎，就被猜着了。我偶像在这，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？面子，灿哥，哎，你带着吉他来是要唱歌吗？当然不敢，在你面前我怎么可能班门弄斧啊？我是想听你。啊，行吗？当然不敢。哇塞！不过他们还在那忙呢。哎，快来听歌啊！许律，冉姑娘，来呀！我跟许律师把碗洗好了就来。好，唱吧，先唱。你先唱吧，他能听见。啊，好，那我先唱吧。好。要是想听啊，就去，我来洗就好了。我可不是不负责任的人。你想对什么负责？对我洗的这些碗负责。哦。伸手张扬，梦想与我们距离太长。刚刚他还给我看了你们一起去露营的照片。那也不是我们2个人单独去的，那是我们部门的团建。哦，我知道。啊？我就是想问，那天流星雨来的时候，你许了什么愿望？天啊，真的好圆哦，也好亮啊，为什么哎，呢？有流星！快去！怎么这么突然？璀璨的光，用一生回响这乐章。怎么突然问到这个？就是想问问你，那个愿望实现了吗？那流星来得太突然了，那着急忙慌的，谁还记得许了什么愿？我记得。你也看到那场流星雨了？那你许了什么愿望？你都不告诉我，还想套我话？我是真的不记得了。那我也真是不记得了。许怀松，你好幼稚啊！我不许了。你刚刚还说要对这些碗负责，那你刚刚还说你记得呢？不带这么吊人胃口的。咱去听音乐。可那又怎样？我绝不低头，绝不退让。路漫漫，前我无处躲藏，奔腾到连星芒都避让。璀璨的光，用一生回响这乐章。许律，你干嘛起这么早啊？今天不是没事儿吗？不多睡会儿。东哥，灿哥太会唱了！哎呦，我没有想到你也很棒哎！晚安啊，晚安，灿哥，拜拜。13，你难得休假，可以好好玩一玩。要不明天上午7点半，我带你去集市逛逛。好，明早见。明早见。
嗯。早啊，早。早。这么巧啊？哦，这么巧。哎，许律师，你这是要去？我今天没什么工作安排，想着去趟集市。你们呢？我们也要去集市，那就一起吧。好啊。许律师，你这演技，不当演员怪可惜的。你都看出来了，你以为他没看出来啊？你们干什么呢？快点儿！哎，来了。这个叫做末世规则。什么是末世规则？这边啊有很多非遗的手工艺品，刚刚这儿有个剪纸，前面啊还有那个泥塑。就是你朋友圈发的那个？哪个？就是这个。这个是烙画葫芦，就在前面李师傅的店里。我最近正好在他店里学习，一会儿带你过去看看。好。走。嗯，好。徐律师，看什么？啊，没看什么。啊，徐律师，你该不会是被他屏蔽了，没有他朋友圈吧？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没刷到而已。那他昨天发的朋友圈你也看见了？当然，昨天他选的那个配图还挺有趣的。可是啊，他昨天根本就没有发朋友圈。哎，有那么多话要聊吗？这么小聊天，回去加个微信慢慢聊呗。来了，好。许律师，这个就叫做钓鱼执法。钓鱼执法。彩姐，哎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还以为你们在外面吃饭呢。彩姐，你还没吃吧？咱们要不一起在这吃？哎呀，不用管我们对付一口就行了。你们吃，你们在这吃，一起吃。小餐馆人太多了，我们就打包了几个菜回来，叫石山一起。彩姐别客气了，这么多菜，大家一起吃热闹。是啊，我刚想说，你们仨人怎么买了这么多菜啊？还不是因为我跟许律师的口味有这么些水火不容。水火不容是这么用的吗？那咬文嚼字可以这么用吧？我去喊一下陈慧。嗯。姐啊，你叫石善下来一起吃啊。他呀，在上面顾着吉他呢，整整一上午从来没这么用功过。我去叫他啊。嗯。继续。哎，石山，你刚刚弹那首曲子是你自己写的吗？哎，你听了？我听了。那个不是我写的，那个是我的一个前辈写的。啊，但是他没有写完，这首歌还没有发表。我就说嘛。这么好听的曲子，我怎么可能没有听过？你觉得好听？好听啊！虽然刚刚只是浅浅的听了一小段，但是我觉得整个听下来特别的有故事感，很有感觉。什么样的故事感？啊，怎么说呢？哎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排的音乐剧？然后那段时间呢，我特别没有灵感，写不出台本，然后你就给我听了一首歌，你记不记得？记得，你还跟我说过那首歌是你的灵感 muse。每当前奏响起的时候，就会有画面感。对，我刚刚听那首歌的时候，就有那种感觉，特别好，特别棒。我也是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这首音乐其实有很多个版本，但是我这个前辈不满意，他都扔掉了。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。是，我也这么想的，特别好。哎，你们这个搞文字工作的和搞音乐的，还能这么有共同语言啊？
文字跟音乐其实就是不同的表达形式，但是在这个情感的传递还有能量的输出上，其实是相通的。对，文字和音乐都充满力量。法律也有。啊，对啊，法律也有。哦，真的有。但许律师的醋好像没有了。许律师，你要是蘸醋不方便的话，就吃我的醋吧。哎，醋还不有的是吗？拿一瓶呢，没事。灿哥，打扰了。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事要问你。啊，是吗？嗯，进来吧。哎，别紧张。打扰了，坐吧。行。哇塞！你刚才说这首歌很有味道，啊，是什么味道？啊，这个，灿哥，我可不敢乱讲。大胆说就是了。那我就说了。嗯，这首歌有一种恋爱的味道。当然，它不是很甜蜜的热恋，它是在甜蜜中有一丝丝的苦涩，就很像等待的感觉。真的很像那种表白时候唱的歌。你也觉得这首歌适合表白？啊，灿哥，我其实是来跟你说声对不起的。我捡到你的曲谱的时候，原本是想拿回去自己悄悄地研究一下，没想到让大家听到了，实在抱歉了。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，你立了大功。啊？我立什么功啊？等过几天我完成这首歌，你就知道了。今天来一个，不知道以为喝酒呢。今天由我深奥李时灿，未来中国的大歌星李时灿为大家带来一首美妙的歌曲，好不好？翻出最爱的毛衣，换了新裙赶过溪，风在窗前跳舞。大律师，好，采访。早知道我要见你，手机屏幕闪一下，是不是你发消息？心跳刚好1/8，这感觉很熟悉。我看着镜子脸微笑，再确认口红的色号。别说是巧合，刚刚好，连阳光也配合的美妙。当你出现在某个瞬间，视线重叠，心都快停电，藏不住的快被你看见，全写在我此刻的双眼。
但你靠近不